现代人几乎天天收快递，网购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也给了骗子可乘之机。想象有一天，你突然收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快递包裹，上头清楚写着你的姓名和地址，快递员热情地请你签收，并要求支付一笔货到付款的费用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许多人可能出于习惯，没有多想就掏钱签收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看似普通的一签，却可能让你掉入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。根据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统计，单货到付款这一种包裹诈骗，就常年稳居台湾各类诈骗案件手法排行榜的前5名。每个月都有上千个家庭因为签收了不该签收的包裹而蒙受损失。诈骗集团骗走的金额每年累计高达数亿元台币，尤其在双11、双12等大型购物节过后，包裹诈骗案件更是集中爆发。因为这段时间大家网购的包裹特别多，骗徒就会鱼目混珠地寄出幽灵包裹或发送假通知，趁你忙于收货，一时松懈之际大捞一笔，听起来是不是很惊人？快递诈骗为什么如此猖獗？这些骗局到底有多高明，以至于连心思缜密的人都可能中招？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揭秘6种最新的快递包裹诈骗手法，一一剖析诈骗集团如何布下陷阱，如何让人防不胜防，也教你如何识破这些伎俩，保护自己和亲友的财产安全。赶快提醒身边的人提高警觉，千万别再让这类包裹诈骗得逞。第一种手法，经典的幽灵包裹货到付款诈骗。这种骗局可以说是历久不衰，至今依然每月害惨无数粗心大意的收件人。情境通常是这样：某一天，你接到超商简讯或快递通知，说有一件包裹等你取货，取货时需要付货到付款金额，例如1200元。你仔细一想，最近好像的确有网购东西，或者心想家人可能订了什么忘了跟你说，于是你不疑有他，到了超商付款取件，或者在家门口掏钱给了快递员，把包裹签收下来。可当你拆开包裹，却发现里头的东西让你大失所望，可能只是一条廉价的毛巾，品质低劣的保健食品，甚至是一个几块钱的小塑料玩具。这时候你才惊觉不对劲，自己根本没订过这些东西，花大钱买回来的竟是一堆没用的垃圾。没错，你很可能就是中了典型的幽灵包裹诈骗。这类货到付款诈骗骗子的套路其实很直白，他们利用人们网购频繁、订单繁杂的习惯，随机寄出大量包裹。碰运气，诈骗集团往往掌握了一些你的基本资讯，例如姓名、电话和地址。这些个资可能是从网络外泄或不法途径取得的。有了这些，他们就能伪造出一个看似正常的邮寄单，把成本低廉的物品塞进盒子里，再设定一个不算太高的货到付款金额，比如几百到1-2千元，金额不会太夸张，目的就是降低你的戒心。很多人抱着反正不贵，大概是我忘了订的侥幸心理，就这样乖乖付款了。社会上类似案例层出不穷，一位李先生就分享过经历。他收到一个货到付款1490元的包裹，以为是自己之前订购的进口洗发精到了，便付钱签收。结果拆开一看，里面竟是2瓶没听过牌子的廉价洗发乳，一查网络单价不到100元。李先生这才发现受骗，气得直拍大腿，却为时已晚。更狡猾的是，幽灵包裹常常选择超商取货的方式下手，因为在超商领货时，店员通常不会要求你出示证件核对身份，只要报上名字就能取件。诈骗寄出的包裹很容易被不查的民众领走，等你发现不对，想追讨时，钱早被骗子透过物流管道领走，人也联系不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想报警或退货都很困难，毕竟钱是你自愿付的，店家和快递公司也只是按照流程交付货物。近年来，幽灵包裹在台湾泛滥成灾，才会在诈骗排行榜上名列前茅。许多长辈、老人家尤其容易中招，因为他们记不清楚家里小辈订了什么，就稀里糊涂把钱付了，以为是帮孩子拿包裹，却遭骗。有的家庭甚至一再被盯上，今天骗一笔，隔几周又送来一箱新的幽灵包裹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碰巧，其实全是诈骗集团反复利用外泄个资再回锅下手。
这种坑人的日常陷阱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警方也持续追查这类幽灵包裹诈骗。近期就有消息指出，某诈骗集团在短短数月内寄出了数千件幽灵包裹，非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，可见其来钱之容易。对骗徒来说，这种手法可谓小成本大收获。一个包裹内的物品成本可能不到50元，但只要有人愿意付1000元签收，他们就净赚数十倍。诈骗集团往往采取广撒网策略，一口气寄出上千件包裹，只要1/10的人上当，就能轻松获利。如此暴利，自然让不法之徒趋之若鹜。那我们该怎么识破这类幽灵包裹呢？首先，如果包裹上的寄件人很陌生，或者包裹单上商品名称莫名其妙，例如写着一些你从没见过的奇怪品牌或字样，就要高度怀疑。此外，很多幽灵包裹的货到付款金额多落在1100到1500元之间，因为这价位不高不低，最容易让人放下戒心。而包裹上的寄件者通常是陌生人名或空壳公司，根本查无此人，这些都是警讯。近期就有多名网友分享，他们在超商取货时发现包裹贴有非卖家、ATK、马可等不寻常字样，机警的店员当场提醒那是诈骗包裹，让他们及时拒收，避免损失。其次，回想自己或家人近期是否真的有订购过该价格区间的商品，如果完全没有印象，那多半有鬼。不妨在取货当下要求先开箱验货，确认内容无误再付款。如果对寄件内容或来源一头雾水，就应该当场拒收，把包裹退回，宁可耽搁一点时间求证，也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付钱签收。总之，对来路不明的货到付款包裹一定要保持戒心，千万别为了一时方便或心存侥幸而中计。第二种诈骗手法，透过简讯和网络连结诱导的假快递通知。你是否也收过类似的短信？您有包裹未领取，请点击连结确认收货地址，或者快递配送失败，点此重新安排投递。这些短信看起来像是快递公司官方发出，连结网址也仿佛很正常，然而其中暗藏玄机。一旦你信以为真地点了连结，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典型情况是这样，你的手机跳出一则陌生简讯，自称某某快递或邮局，声称你的包裹投递失败，需要你在网站上更新地址或补缴邮资才能重新送达。也许你刚好真的在等一个包裹，或者觉得反正填个资讯无妨，就顺手点了简讯附的网址。网页打开后，有模有样的要求你登录账号，输入姓名地址，甚至填写信用卡号，支付几十块钱的所谓运费。你照做了，觉得只是走个流程。然而，就在你提交资料的那一刻，诈骗集团已经盗走了你的个人资讯，甚至可能对你的信用卡进行偷偷扣款。没错，这就是钓鱼网站诈骗。骗子透过伪造的官方网站界面来骗取你的资料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连结暗藏木马病毒，你点开，手机或电脑就中招。诈骗者从此可以监控你的装置，获取你输入的各种密码，甚至远端操控你的手机。曾有受害者反映，他点了假快递简讯后，银行账户莫名被转走大笔金额，甚至手机里突然多出几个从未见过的应用程式，这都是因为不慎点了恶意连结，被植入了远端控制木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假网站往往伪装得与官方如出一辙，有的诈骗连结使用缩短网址，或只改动1-2个字母，例如将 Post Office 拼成 Post-Ling-Fice， 让人一时难以察觉。也有人收到过假的邮局网站页面，从 logo 配色到公告内容都极可乱真。如果不仔细核对网址，很容易把钓鱼网站当成真正官网。还有骗子的简讯连结会先导向常见的短网址服务，点进去才跳转到诈骗页面，隐蔽性更强。因此，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未知来源的连结，稍有怀疑就直接透过官网或官方 App 查询物流状态，比点击陌生简讯中的连结来得安全。除了连结诈骗，这类假通知手法还包括冒充快递客服来电。你可能接到电话，对方自称快递公司人员，语气焦急地说，您的包裹因地址不清无法投递，请提供一下详细地址。如果你照着提供了地址等资讯，紧接着就会被要求提供银行账号、
由于包裹超区或清关，需要退还多收的运费到您的账户，接着对方可能再传来验证连结，要你点击填写银行卡号和验证码，一环扣一环，以你步步深入陷阱。等到你回过神，往往该给的资料都给了，钱也悄悄被骗走了。近年还出现一种更隐蔽的幽灵简讯骗局，不法分子冒充快递客服发简讯给你，谎称很抱歉，系统误帮您开通了会员，每月将自动扣款，并附上所谓客服电话。当你着急拨打过去，对方便表示可以协助取消服务，但需要你下载某个手机客服端 App 来操作。很多人听到每月扣款吓坏了，毫不犹豫按照要求安装了该应用，殊不知那其实是一款萤幕共享或远端遥控软体。一旦你开启授权，对方就如同坐在你身旁，看到你手机萤幕上的一切操作。你打开网银 App， 输入密码，简讯跳出的验证码，对方全都了若指掌，几分钟内就能操控你的手机把钱转走。等你发现时，账户可能已被洗劫一空。其实只要我们提高一点警惕，就能识破这种假快递简讯连结的诡计。首先，正规的快递公司不会使用缩网址或陌生网域让你点击，更不可能随便要求输入银行卡资讯或下载额外 App。 若包裹有问题，通常会透过官方物流平台或购物网站 App 发出通知，绝不会直接索要个人金融资料。当你收到可疑简讯时，最稳妥的做法是不要点击里面的连结，而是自行透过官方管道查询物流状态，比如拨打快递公司官方客服电话，或在原先下单的购物平台查询。有时诈骗简讯也会留一个电话让你回拨，但通常那头也是骗子在等你上钩。面对不明简讯函来电，请记住，不轻信，不点击，独立求证。只要你不上吊，骗子在精心设计的陷阱也无计可施。第三种诈骗手法，假冒快递客服进行赔偿或取消交易。这类骗局更有针对性，专挑那些近期真的有寄送或收包裹经验的人下手，迷惑性极强。场景可能是这样，你刚寄出一个包裹没多久，就接到电话，对方语气沉重地说：您好，我是黑猫宅即便客服，很抱歉通知您，您寄出的包裹在运送途中破损了，我们可以为您办理理赔，请问方便提供您的银行账户号码吗？或者您好，这里是顺丰速运，我们的快递员不小心弄丢了您的包裹，将对您进行3倍价值的赔偿，请提供收款账号以便退款。这一听像不像真的？毕竟我们确实近期有寄件或等货，对方描述的细节也对得上。然而这很可能又是骗局的一部分。诈骗集团之所以能掌握你的寄送资讯并对答如流，是因为他们透过非法管道获取了你的物流订单资料。他们精心布局，等你真的寄件或购物后，冒充客服联系你，以货件出问题为由提出赔偿。当你信以为真提供银行账号后，骗局就开始升级。对方可能会说，由于金额较大，需要您到 ATM 操作退款验证，将款项转入我们指定的安全账户，再转回给您。一步步指示你输入银行卡密码、验证码等，实际上你是在把钱转到对方口袋，或者对方要求你下载一个所谓理赔 App， 其实是远端操控程式。一旦安装，他们就能像操纵木偶一样掌控你的手机。还有一些变体更阴险，比如对方假装好心提醒您之前的网购订单出现问题，需要取消某项服务，不然每月会自动扣款。许多人一听到每月自动扣款就慌了，赶紧按照对方指示操作。通常对方会引导你打开网银或 ATM， 输入他提供的代码，一步步来取消扣款。但事实上最后按下确认键，你的钱就汇到了骗子的账户。等大脑冷静下来，银行存款早已不翼而飞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假客服诈骗有时会和假冒警察的剧本串联上演。一种常见套路是，骗子先冒充快递员通知你有一件可疑包裹未取，声称里面藏有违禁物品，例如假护照、毒品等，随即将电话转给自称某地警察局的人员。对方语气严厉，说你涉入刑案需要清查资金才能证明清白，然后引导你把钱转到公安安全账户配合调查。这其实是老掉牙的假检警骗局，但披上快递包裹的外衣后，仍让不少人信以为真。
乖乖把毕生积蓄奉上。尤其一些长者，一听自己惹上公安，早已吓得六神无主，更容易落入圈套。我们再看看一则真实案例，即可明白这类骗局的狡诈程度。有一名在台北上班的唐女士接到自称宅配公司的人来电，说她的一件包裹地址不详，无法投递，请她提供正确地址。唐女士一想自己最近确实买了不少东西，就没有怀疑，照着报上了地址。过了几天中午，她所在公司的楼下来了一位戴着帽子的快递员送件，并递给她一张单子，让她填写满意度评价。唐女士填单时，快递员的电话突然响了，她装作焦急地说：“我是中通快递，有急事找我们快递员。”但她的手机打不通，如果她正给您派件，麻烦请您把电话借她听一下。唐女士也没多想，随手就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快递员。对方接过手机，1-2分钟后便把电话挂了，还给唐女士后匆匆离开。唐女士回到办公室，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没讯号了，重启后还是没有服务。打开后盖检查，原本用来收简讯的一张 SIM 卡竟然不见了。正当她纳闷时，手机接连收到几笔银行扣款简讯通知，短短几分钟，她账户里的12万元存款被转得一干二净。原来骗子早就掌握了她的网银账号和密码，只差转账验证码无法取得，于是演了这出借电话的戏码来偷走她的 SIM 卡，再用她手机的简讯验证转走钱款。这手法之大胆，情节之曲折，真令人瞠目结舌。警方后来逮捕了涉案嫌疑人，发现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。他们坦诚事先透过非法途径购买了唐女士的个人资料，包括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网银账号和密码等，只差简讯验证码无法取得，才想出假扮快递员偷 SIM 卡的招数。整起案件从资料收集到诈骗实施环环相扣，可见诈骗集团分工细密，策划周延。如今不法之徒行骗，甚至动用骇客技术和社会工程手段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可见假冒快递客服类的诈骗花样翻新，层出不穷。要防范这类理赔取消型骗局，我们必须牢记几点：正牌快递不会无故要你提供银行账户密码，更不会要求你到 ATM 转账。接到此类电话，务必冷静挂断，然后自行找官方客服或购物平台查证情况。千万不要在电话那头的催促下，匆忙跑去操作 ATM 或点击陌生连结。还有，不要随便借手机给陌生人使用，即使对方穿着快递制服，也要保持警惕。真遇到可疑情况，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，或干脆报警求助，才能有效自保。第4种诈骗手法，利用人情与信任的冒充亲友寄礼陷阱。这招专门钻人性的空子，让人不好意思怀疑，以为真的是亲友送来的惊喜，结果惊喜变惊吓。常见剧情之一是这样：某天你接到一通电话或讯息，对方自称是你的老朋友或远房亲戚。嗨，小林吗？我是你高中同学小王啊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吗？我现在在日本旅游，看到一件很适合你的礼物，就买了寄给你。你一时没反应过来是哪位小王，但对方很热情，还准确说出了你的姓名和地址，让你相信自己确实认识这号朋友。接着对方话锋一转，对了，礼物有点贵重，国际快递需要保险费或关税，我当时赶时间就先托运了，快递人员可能会向你收取2000元的费用，你方便先垫付一下吗？我下周回国就把钱还你。你心想，老朋友难得送礼又开口相求，帮个小忙也应该，于是满口答应。过没几天，真的有包裹寄来，你支付了货到付款费用取件，然而拆开一看，里面只是廉价的小摆饰，一个价值远远不及你支付的金额，再试着联系那位小王，电话已经是空号了，这才恍然大悟，根本没有什么老同学。日本寄礼物的故事也是骗局，包裹和电话都是一伙人自导自演，这还算小额的，有更大胆的，直接利用网络交友或网恋来骗取包裹款项。近年常见一种海外情人送礼骗局，诈骗分子在社群媒体假扮成外国军官、工程师等身份，与人发展网络情缘，甜言蜜语博取好感。时机成熟后，对方声称要寄送昂贵礼物给受害者，例如名表、珠宝，甚至大笔现金。
受害人将信将疑间，很快就收到自称海关或快递公司的来电，通知他有个国际包裹因内含贵重物品，需要支付高额关税或保管费才能领取，费用往往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。陷入爱情憧憬的受害人，为了尽快拿到恋人的心意礼物，便咬牙汇出了钱。然而汇款后又有新的要求接踵而至，不是又说包裹超重要加收费，就是声称需要打点海关人员，费用不断叠加。如果不是旁人及时发觉报警，受害者往往会一再支付，直到损失惨重才惊醒。去年新闻就报道过一起案例，一名妇人迷恋上网络认识的外籍男子，短短几周内竟为对方寄礼物的名义，先后付出了近100万元台币各种费用。直到家人察觉有意报警，他才恍然发现对方是骗子，哪里来的价值连城礼物？另外，还有一种针对长辈的变体，骗子假装你的子女或孙辈来电，声称寄了东西给你。比如一位独居的张奶奶就接过孙子的电话，说她托朋友带了一箱营养品寄给奶奶，但因临时有事没付运费，请奶奶帮忙付货，到付款1999元。张奶奶一听孙子开口，再加上平时确实常帮孩子们收包裹，就没有多想，跑到超商把包裹取回。结果打开一看，里面只有几罐廉价保健饮品。打电话问真正的孙子，才知道根本没这回事。老人家这才明白自己受骗了，白白损失了一笔钱，气得直掉眼泪。可见亲友送礼这类包裹陷阱杀伤力十足，因为它利用的正是人对亲友的信任和感情。要防范这种骗局，我们必须学会核实。如果有人自称老朋友突然要送礼，又让你垫付费用，一定要想方设法直接联络上这位朋友本人确认。如果始终联络不上，那80%就是骗局无疑。对于网恋送礼更要格外警觉，千万别被爱情冲昏头。一旦对方各种理由要你先汇钱再收礼，那10之8九是骗术。还有，真正的亲友送礼通常会提前告知，并由寄件人支付运费，不会平白要收件人出钱。凡是要你垫付金钱才能拿到所谓礼物的情况，通通保持高度怀疑。据165反诈骗专线统计，假冒亲友送礼类诈骗案件近年有上升趋势，许多长辈都因此受骗。诈骗集团深谙人情世故，算准大家对自称亲友者很难直接起疑，因此特别爱用这种方法欺骗老人和妇女。大家务必记住，亲友的身份看似亲切，只要一谈到钱就要多一个心眼。真正的亲友不会突然换电话联络你，更不会叫你帮忙付钱拿礼物。遇到类似情况，多跟家人核实确认，一定能戳破骗局。第5种诈骗手法，包裹内夹带中奖卡或优惠券的圈套。这招是将传统的抽奖诈骗融合进实体包裹中，迷惑性更上一层楼。举个典型例子，有位陈先生某天收到一个快递，拆开发现里面是一份保健产品试用品，还附带一张精美的刮刮卡和宣传单，单上写着某某健康中心为拓展市场随机送大奖，请刮卡看看您中了什么。陈先生半信半疑地刮开卡片上的图层，结果赫然显示恭喜您中奖，奖金新台币30万元。他顿时又惊又喜，觉得天上掉下大馅饼砸中了自己。正摸不着头绪时，电话响起，原来卡片上印有活动联络电话。他刮开卡没多久，就接到黄主任打来的恭喜电话。这位黄主任和蔼可亲地祝贺陈先生得奖，随即说明领奖需办理公证等手续，需要缴纳税金或手续费。一开始费用不高，就几千元而已。黄主任甚至体贴地表示，公司可以替陈先生垫付大部分费用，只需他自行负担1000元，并提议稍后我们会再寄一批保健产品给您，您把现金放在包裹里当手续费寄回给我们就行。陈先生此时对黄主任充满信任，加上为了30万奖金，区1000元算什么，便照办了。过了几天，他果然又收到一箱产品，于是依指示把1000元现金夹在回寄的包裹里寄了回去。岂料故事没有结束，很快黄主任再次来电，称为了给陈先生开设兑奖专户，需要他再付一笔保证金作为验证资金，这笔钱将与奖金一起返还。信以为真的陈先生想都没想又汇了过去。之后对方甚至声称将派专人写奖金，亲自南下颁奖。
但6个工作人员的旅费、食宿需要陈先生预先垫付一些。陈先生这时虽有些犹豫，但前后已投入不少金钱，他不甘心前功尽弃，又咬牙付了几千元所谓旅费。结果可想而知，约定的领奖日根本没人出现，再打黄主任的电话已成空号，他这才如梦初醒，哪里有什么奖金，一切都是骗局。他前后掏出去的几万元血本无归。透过这个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包裹中奖诈骗的诱饵往往是一张让人心动的中奖卡或优惠券，上面的奖品金额巨大，足以冲昏人的理智。骗子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先以邮寄包裹的方式取得你的初步信任，人们往往觉得既然收到实物了，可信度就提高了。接着在通话中，骗子不会一开始就狮子大开口，而是循序渐进，从小额开始骗起，逐步让你越陷越深。每一次他们都给你画一个饼，或者施一点小惠，寄些不值钱的小礼品，稳住你，假装替你垫付部分费用，博取好感。当你前后投入了数笔钱之后，反而更难怀疑对方在骗你，只一心期待赶快拿到巨额奖励，好把成本赚回。殊不知这正中骗子的下怀。除了上述案例中的保健品诱饵外，还有其他变形，比如有民众收到印制精美的螃蟹券，号称刮开二维码就送大闸蟹礼盒，或者精致的高级水果提货券。这些卡券都声称中奖率极高，扫码即可免费领取。很多人一时贪心扫了码，结果被引导到钓鱼网站输入个资，或者被拉进诈骗的通讯群组，被要求完成所谓刷单任务，赢取奖品。不少人在连环骗局中被骗走银行存款。可见，不管什么形式，天上不会无故掉下巨额奖品。我们务必要记住，任何以领奖为名索要金钱的要求，统统不可信。凡是陌生包裹里附带的刮奖卡、QR 码券，基本可以判定10之8九是骗局道具。事实上，关于这类包裹中奖诈骗，警方和消费者保护单位早有提醒。消费者保护团体强调，正规的抽奖活动不会要求得奖者先支付任何费用，更不可能透过超商包裹的方式发放高额奖品。一旦收到这种宣称中大奖的快递，应立刻提高警觉，可以主动打电话向该公司官方客服确认活动真伪。如果发现自己误入圈套，也要立即停止汇款并收集相关证据报警，切莫一错再错，把更多血汗钱送进骗子口袋。第6种诈骗手法，假快递包裹引出的恐吓敲诈。相比前面那些套路，这种手法更加恶劣，带有明显的威胁性。它通常这样运作，骗子先寄给你一个来路不明的包裹，让你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签收。包裹里可能是价值高昂的假货，甚至是违禁品。你稀里糊涂收下后还搞不清状况，紧接着就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态度强硬地说，你刚签收了我们公司寄出的商品，但还没付款，限你立刻汇款5万元到某账户，否则我们将采取法律行动，甚至派人上门讨债。你一听吓一跳，明明是对方硬塞东西给我，怎么反倒我要付钱？对方随即恐吓，你签收了就是承诺购买，我们有法律合同在手，不信可以等法院传票或者讨债公司上门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如果缺乏法律常识，受害人往往真的以为签收等同于同意购买，只能屈服在压力下乖乖汇钱，花钱消灾。其实，这种先寄包裹再恐吓勒索的手法，是近年才出现的诈骗变种。它利用人们签收愿意付款的错误认知来施压，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碰瓷。事实上，你并未下单购买，也未签署任何协议，对方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向你索款，骗徒不过是虚张声势，赌的就是你被下注而破财消灾。只要稍加冷静，想想自己根本没订购过这东西，就会明白他们的要求毫无道理。曾有一位张先生签收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只仿冒的高档手表，取货时没有收钱。隔天他接到陌生电话，自称快递公司财务部，指控张先生私留了价值10万元的商品，要求立即付款，否则将报警处理，甚至派人讨债。张先生觉得可疑，在有人提醒下报了警。警方调查后确认，这是诈骗集团故技重施，先寄假货，再借机敲诈。骗子根本无权要求付款，所谓法律合同也是瞎编的谎话。
还有一种情况是骗子把剧本升级，假冒公安机关来恐吓你。他们可能谎称你签收的包裹内有违禁品，你因此触犯法律，要对你罚款甚至拘留，除非你愿意缴纳一笔保证金。私了，这和前面提到的假警察骗局如出一辙，只不过多了一个包裹做幌子，让你更相信。对付这种恐吓型诈骗，关键在于不轻信也不畏惧。不轻信是指对方无论怎么恫吓，都先怀疑其真实性并核实清楚。真正的执法机关不可能透过一通电话就叫你汇钱了事，法院传票也不会用电话口头告知。接到类似电话，应立即透过官方途径向警方求证，绝不能顺着对方的指示转账。其次是不畏惧，骗子正是利用人怕事的心理来要挟，只要你强硬表示已经报警处理，对方通常就会心虚挂断电话。要相信法律自有公道，不法之徒的恫吓不值一审。假如你真的遇到有人寄来莫名其妙的贵重物品，记住千万不要慌张，更不要随便付款了事。正确的做法是立刻通知警方或拨打165专线，并将可疑包裹交由警方处理。不要试图自行丢弃或藏起那件物品，以免之后被有心人拿来做文章。在警察的指导下，你既能澄清自身清白，又能避免被诈骗集团吓唬就范。总之，遇到这类情况一定要冷静，依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，不给骗徒可乘之机。看完了以上6种层出不穷的快递诈骗，不禁令人感慨，从货到付款、幽灵包裹，到简讯钓鱼连结，从假客服理赔到冒充亲友送礼，从包裹夹带中奖陷阱，再到寄件、敲诈、恐吓，骗子可谓无孔不入，花样百出。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，正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。譬如幽灵包裹，利用人们疏忽大意和贪小便宜的心理，有些人嫌麻烦不验证就签收。假简讯钓鱼锁定人们的好奇心与急切心理，不少人一看到取件通知就急着点开。假客服理赔抓住大家信任权威又怕事慌张的弱点，对方自称客服就信以为真，一提到扣款就慌不择路。还有冒充亲友送礼，利用亲情友情让人放下戒心。包裹中奖煽动人们的贪念，而恐吓敲诈则制造极度的恐惧，让人失去理智。归纳起来，诈骗集团无非是利用我们人性的各种弱点来下手。正因如此，他们的招数即使翻新，核心也往往万变不离其宗，只不过披上不同的包装。我们除了认清上述几种主流诈术，也要随时留意新的诈骗趋势，不断提升自己的防诈意识。许多骗局其实换汤不换药，表面手法在更新，内核却总是紧扣人性的弱点。所以只要我们保持理性，不贪不慌，静下心，多想一步，再高明的骗局也终究会露出破绽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骗子出招之前，先立于不败之地。然而，骗局再多，只要我们保持警惕，其实都能迎刃而解。收取快递时务必谨记几件事。第一，密切关注自己的包裹物流状态，对正在等待的包裹心中有数，不给骗子可乘之机。第二，尽量要求快递员在送货前电话通知，并核对寄件人资讯，避免平白收下莫名的东西。第三，接到取件电话或简讯时，一定要多方核实真伪，尤其只要对方提到付款或个资，就更要提高怀疑。第四，对于任何不属于您本人的陌生包裹，一律果断拒收，不贪图小便宜。第五，签收包裹后，记得立刻销毁快递外包装上的个人资讯单据，避免个资被不肖之徒二次利用。谨记，凡是来路不明的优惠、福利、中奖快递，一概不签收、不轻信，不依对方要求操作或转账，才能彻底远离诈骗的毒手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即使一时不慎上当受骗，也请务必尽快报警求助。许多人觉得钱不多，自认倒霉，但这只会助长骗徒的气焰。如果是货到付款，拿了幽灵包裹，应立即带着包裹和收据向警方报案，提供相关线索。物流公司虽未必能直接退钱，但警方有机会透过寄件资讯追查诈骗源头。消费者保护单位也建议，可以向超商或物流业者反映，尝试透过消费争议管道调查寄件人。如果能集结多位受害者共同提告，追讨赃款成功的可能性将提高。
最怕的就是受害者选择沉默，那只会让骗子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行骗。不少人也呼吁加重对诈骗犯的刑责，才能真正吓阻这类犯罪。在法律制度完善之前，我们唯有依靠提高警觉来自保，不让骗徒有机可乘。最后，也请大家务必将这些诈骗手法告诉家中的长辈与亲朋好友。很多骗局专挑防备心较低的人下手，尤其是老人家，耐心提醒他们千万不要替陌生包裹埋单，不要相信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和奖品。有任何怀疑就和家人商量，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。当每个人都提高了警觉，诈骗集团就没那么容易得逞。我们一起擦亮眼睛，守住荷包，让那些包裹诈骗无所遁形。谨记收到可疑的快递包裹，千万不要轻易签收，